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要的只是你们许家的财势，至于我从未爱过。不过和楚离做对手，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这小子对你的真心，我都要感动。要不把你妈弄死的事情加后记。现在跟你结婚的人不一定是谁。是你。这个可不是我呀，这个你得想想。卓少，你怎么能出卖人家呢？在拔氧气管的时候，手都在抖呢。不可能。不过我没想到，3年，你恨了他整整3年的时间。这小子嘴还真硬啊！啊，眼问离，属实，这个都是楚离，楚离，姐姐啊，现在你们许家，你爸也死了，许家玉，我看你还怎么在我面前趾高气扬？怎么样？分别了，倩倩。你没事吧？你没呛到吧？我看见你喝的香槟着什么急啊？很多。你怎么见了我跟见了鬼一样？是喝了多少？这也没多少呀。这好像是3年前卓家庆祝上市的晚宴。我没死，我重生了。你干嘛？我干嘛？我想问问你怎么回事，神经兮兮的。I got this thing, gonna try your tongue. Step in my way, you'll be out round home. 楚离，身边最有魅力的人还得是楚离，就是他怀疑我。楚离，这一次我绝不会错过你。哎，你的白马王子来了。佳佳，卓志豪、马小小，你们这对狗男女只配在地狱了。喂，卓志豪、马小小，你们的报应到了。佳佳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不舒服吗？你有事儿？佳佳，我看你脸色不大好看，是不舒服还是多心疼心疼你的心安六子。慢动，你走。佳佳，你误会了，我和小小真的没什么。姐姐，你怎么能如此误会卓少？他对你可是一见倾心，而且还经常在我面前提起我，可把我羡慕死。提起我，还经常在哪儿？床上。卓少，你看姐姐。佳佳，你就别逗他了，他脸皮薄。逗。你要是玩不起呢，就别惹我，否则我怕你扛不住。其实妹妹，时间还长，咱们慢慢玩。
姐姐，放手！姐姐，你听我说，啊！姐姐你，我故意的。说是闭嘴！生出来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滚！你今天杀疯了吗？那去年那个趁早打的，就你这个小白兔跟他们打，玩不过。哟，许大小姐，有什么指示啊？我想找你接他，可以吗？这种情况啊，李哥，你藏得够深的。好久不见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放手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朋友他今天喝的有点多，他不太清楚，不好意思。我的祖宗啊！你发什么疯？招惹谁不好招惹他？他可是楚离，那追求者一人一口唾沫星子，都能把你给淹死。佳佳，夜深了，天太凉，来，我给你披上。楚离，怎么一眼不见就沾花惹草？说好的不放手。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那就谢谢楚先生了。外套洗干净，我会送给你。你还有脸回来？怎么跑这么快？这就跑回来，高中了？姐姐你，许家玉啊，许家玉，小小可是你妹妹，你竟然当着外人面欺负她，下这么狠的手，你让她以后怎么见人？当众欺负你妹妹，你可真是长本事了你！别一口一个妹妹。如果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我妈妈就生了我哥哥2人。你再给我说一句。好，我再说一句，我怎么能叫打他呢？明明是他的脸，非要往我的手上甩，关我屁事！爸妈，都怪我自己要选卓少当我的舞伴，才会惹得姐姐不高兴。只不过姐姐她后来又看上了楚少，哎，都是我不好，你们呀就不要怪姐姐。你听见了吗，徐佳玉？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水性杨花的女儿？我妈头七还没过，你就带着马小小和我小姨进了家。马小小就比我小1个月吧，这么一看，水性杨花，她真是遗传了。你说谁了你？你这个不孝女，你看我今天不收拾我！在这个家，谁都不怎么搞你，尤其是你。哥哥也在，还好，一切都没发生。没事儿，有哥在。我告诉你，谁要是再敢让我妹妹受委屈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徐江岩，你不要忘了，你姓许。那我也告诉你，姓许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。徐江岩，这样气死我你了！老爷，别生气了。江烈啊，江烈，他毕竟是你爸。你把嘴给我闭上！有我在这个家的一天，你永远都不要想进这个门当女主人。这就是他们上辈子联合追这份害死哥哥的原因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哥，怎么，刚不是挺霸道的吗？哎，我还听说你当众打了马小小一巴掌，长本事了，你是真厉害。哥，你觉得妈妈的死什么意思？
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？哥哥只是关心则乱，上一世才让那些人有机可乘，这一次绝不能让哥哥重蹈覆辙。没什么，我就随便问问。哥，这上面的人你有联系方式吗？这些呀，都是卓家打算拉拢的人。你有什么想法？你有什么想法？如果这个时候得罪卓家，你会不会难做？或许会，不过为了你的事儿，这点困难不算什么。哥哥真好。友情提示：卓家的财务呢，最近出了一个不小的窟窿，非必要情况下，我是绝对不同意的。放心吧，我知道。喂，喂，佳佳，还没睡呢。要睡了，晚安。佳佳，那个楚离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就是个花心总裁，北和女友很惯。你别被他给骗了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答应我。佳佳，你还在听吗？在听，但是亲，我实在是太困了。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给你的心肝肉马小小打电话，毕竟他更愿意跟你说话。喂。楚离现在在哪儿？楚离还没有回去，可能是都怪人，要不是他，徐佳玉根本就不会对我冷淡。去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是。卓家现在如日中天，多少名门贵族想要去巴结，你能不能不看好卓家？现在我只看好你。这么相信我，这可不太像我是那个学术的那个。或许你上辈子为我死过吧。这一点跟你勾当挺像的，都喜欢胡说。我这周要出差几天，你在家里乖乖等我回来。你要去哪？保密。你该不会是想要逃走？你在这儿，我能逃去哪儿啊？你要是想逃走，我不介意亲自把你这只小狐狸抓回来。哥，楚离，你大半夜来我们家拱白菜，多少讲点武吧。小狐狸，等着。快走。慢动，可以开始了。徐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啊，徐总，见到你我们也很荣幸。只不过这次我们选择了2家合作伙伴，择优而定。不知徐小姐，他们之前也没说呀，这有什么可以为难人吗？小心驶得万年船嘛，徐总谨慎小心些也是应该的，我们没意见。好。哟，许小姐又见面了。徐云家，这叫我缘分没起。既然你们认识，我这一起再加2吧。关于本次项目呢，我想和4位好好聊一聊，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提出来。对了，你是要江山吗？不是要我找到你在封居吗？那我就来杯子。好，徐总，那就对不住了，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。那是自然啊。徐小姐，好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先走了。好。
今天有点散。今天你没让我很意外，不比你个人。那是，你遇到事情还多着呢。股东对这件事情有很大的期望，你得好好跟他们解释一下。那我们今周见。哎，这就走了？不会是要约哪个婚姻日子吧？我记得可是某人让我乖乖的待在荆州，我可不能放肆。呀，哟，你这1个亿的合同说让就让，真是不要命！简直是色令智昏啊！有话快说，有话好。嗨，你有异性，人性喽！滚！唉，终于大功告成，这个项目终于是结束了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公司就算正式起步了。熬了3天，我得好好睡一觉。3天啊，不行，我得赶紧给楚丽打个电话，万一她把我忘了。喂，丽丽。什么？你们连夜回来的？那怎么样？大夫怎么说？你别担心，医生说了，就是有被人追尾，有点轻微的脑震荡，已经没什么事儿了。谁干的？肯定是卓之航指使人干的，但是伤势不严重，就算真知道是他干的，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啊。哎，你干嘛？我待会儿陪你吃吧。对于本次会议，各位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？佳佳，我听说你那边刚完，就直接过来，我真的是……我去你大爷！小姐，别动手啊！佳佳，这是本想让你过几天消停日子，你该老娘找死是吧？小夏，你没事吧？儿子，姐姐，你疯了吗？你怎么能把卓少呢？我疯了！你们这对狗男女，平时不稀罕搭理你们，现在给我找死！别动手，我9点好。妈，我等会回去睡觉呢。人家别打了！再给我废话，连你一起打！大小姐，人醒了，人真醒了。记住了，下次再不长眼，今日。你脑袋疼不疼啊？大小姐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楚离就是被人追尾，有点脑震荡而已，没什么事儿了，你偏不信。你真的没事了吗？会不会有什么并发症啊？会不会死啊？现在是不会，不过一会儿就不好说。啊，你怎么了呀？怎么会死啊？你压到我眼睛管了，我没事了，别担心。真的？凶手是谁？那个，我纠正一下，楚离还活着，所以卓之航派的人顶多能算个肇事者。赔了多少啊？肇事者全责，医药费跟误工费除外，还有10万。才10万啊！刚刚手下留情了，我再去打他10万，等着。不是，祖宗，我求你饶了你，我求你饶了你。哥找你。
徐佳玉，再不回来你就死定了。那我晚点再来看你啊。行啊，人家你哥让不让你出来还两说呢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像不像被欺负的样子？像，可太像了。不行，再给自己两拳。徐佳玉，磨磨蹭蹭的在外边干什么呢？爱死我了！哥哥。现在说。到，你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，吓死我了！你长能耐吧，吓死你了！楚离躺到床上一动不动是吧？哎，我想问问你们，卓志航还活着吗？我以前也没见你这么猛啊，没受委屈吧？还不都是我？毕竟是你把人给打，我怎么着也得去。在这老老实实待着，别动啊！别去！哎，徐佳莹，你下来，你又飙着！不行，那你不能去医院。我不管，反正你不能去医院，除非我陪你去。造什么孽？这是！你们俩干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别腻！哎，佳佳，你来了，快坐，快坐。不好意思啊，是我这个当哥哥的没有管教好他。不过您放心，这次卓少所有的医药费我们全部承担。医药费，我们卓家缺钱嘛。佳玉也是为了打抱不平嘛，只不过行为上有些激进了。激进？我们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被他打成这个样子。再说了，这楚离不是没怎么样吗？他的医药费该付的也付了，人家也没说什么呀。赵因为这次事故也进了医院，听说也昏迷了很久啊。他不是没死吗？什么叫楚离没死啊？啊？你们家大少爷不也在这躺的好好的吗？他怎么没死啊？你们家大少爷不也在这躺的好好的吗？他怎么没死啊？你怎么这么野蛮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家狗崽子要不会开车就别开，下次要再敢开成这个死样子不长眼的话，我让他连医院都进不了。粗鲁，不是你当年让我做家务不给饭吃吃。这就是你们许家的家教吗？这次那个事情，我不管，反正你这次伤了他，就得为他负责。这也太刺激了吧！走吧。啊，负责就等着我们卓家把你送进去。卓夫人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您放心，这次卓少所有的医药费我们全部承担，而且我会让医生把他治疗的跟之前一模一样。什么一样？男人那里能随便受伤吗？我儿子这辈子要是生育有问题，你俩脱不了关系。这是我们卓家头脑。我倒想问问你们，想让我怎么负责呀？嫁给我儿子。你是嫌你儿子的命太长了。那好啊，咱就法庭上见。正好，我们也想看看你们卓氏的法务和我们楚氏的法务哪更厉害。楚少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卓少也住院了，我来看看。这住院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卓少还能站起来？哎呀，你别乱动，你别欺人太甚。我们已经掌握了停车场的监控作为证据，必要时候可以考虑起诉卓少蓄意谋杀罪。你胡说，我儿子没有。您儿子有没有，全在您的一念之间。如果你选择息事宁人，我们也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必要时候，楚氏还可以免费给卓少的那条腿哥哥正气。哎，
这钱给他花不是白瞎了？只要你没事，我让他那儿像个饭桶。如果你对我们的诚意有怀疑，我们也可以在治疗过程中开启全球直播，让世界人民监督。相信徐总也不会吝啬我。别说了，我肉疼。行吧，拿着玩。你们妈，算了，可是也，我们还有机会，算了。这次算你走运。等你进门，看我怎么收拾。抱歉，纠正一下，要不是许小姐把卓少给，我们也不会选择息事宁。所以走运的不是他，是你。这还找我？算你小子会说话。亲爱的，你干嘛？这里正好是医院，我治治你的脸啊。哥，我都多大了，怎么还像小说里小鸡仔一样拎着我呀？我不要面子。面子，徐佳玉，你堂堂许家大小姐，我许家燕的妹妹，哎，你为了一个男人拎着拖把杆跑到人家公司大杀四方的时候，你不考虑面子吗？我也不是忘了。徐佳玉，我告诉你，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你最好的，包括男人。可是我就想嫁给他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你怎么知道我不想？行吧，我不管你了。哎，妈，送你回去。用用不用用不用。这是什么六亲不认、神仙级别的爱情啊！连我都被羡慕了。去查查许佳玉到底要干什么。不是大哥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人家姑娘对你全心全意的，你还要调查人家？对我全心全意的姑娘还是什么？顾离，你这是自恋到极点了！我说，大小姐，大早上的你送什么饭呀？而且你昨天不刚来过吗？你知道什么呀？我这个叫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姐姐，你这是来看卓少，还是来看楚离的？关你屁事！楚离在查你。这个死鬼，终于知道我在这里来下。我的大小姐，亲近一下好不好？他这根本就是不信任你，你才为他大杀四方。佳佳，楚离真的就那么好？姐姐，楚离花心人尽皆知，他不会对你好的。卓少他钟情你多年，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？羡慕我？羡慕我没有妈妈吗？姐姐，你说什么？我害怕。佳佳，你想要什么？只要是楚离能给你的，我也能给你。马小姐，我会让你为你做的孽付出代价。周志豪，我要你的命，给。卓少身体还没有养好，就先回去歇着吧，省得你那个爱子无命的母亲再来找我贫。哎，你们来了。楚离刚才还说想起来着。你没话说了。真的，他这人就这样，嘴硬，我都知道了。这可是我辛辛苦苦亲手给你做的，大家就你会做饭，我可快要出院了，你该不会是来给我续费的？怎么样，好吃吧？哦，我听说你在查我。你看你慌什么？我知道你不就是想多了解人家一下吗？何必偷偷摸摸的呢？这倒是个好理由。说吧，到底要干什么？人家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不过既然你这么想了解人家的话，不如我就委屈一下，做你的秘书，让你每天都能看到人家。那我在说什么？好吧？不好，商量一下嘛。你哥同意吗？我还没问。只要你哥同意，我没意见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们反悔。喂，我亲爱的、亲爱的、可爱的好哥哥，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我想做楚离的秘书，
我看你想上天啊！赶紧给我滚回来！哥，我谢谢你的午餐，很好吃。大小姐，这件事我要是私自做主，是会出人命的呀。哦，可是我好像记得我有几张曼东的生日宴会的门票哎。大小姐，你会同意的。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出卖好兄弟的，相信我。安向宇，你最好给我解释一下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兄弟啊，如果你喜欢的女孩在别人的手里，你会怎么办呀？报警！你就嘴硬吧你！人家许小姐都给你送上门来了，你矜持什么呀？矜持？我是矜持的人，你矜持起来就不是人。一级警报啊！哦，对了，许小姐，这是咱们交接工作的最后一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项。这个电话本里面记载的是咱们楚总所有前任女友的资料，你一定要牢记。如果他们打电话过来，一定要应对有方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话你一定要记，一定要听。这是我们楚总历任以来所有前……许小姐是秘书，这一项不用讨论。许小姐，你对上司的过去太了解，也不是件好事。助理，想不到呀，你玩的还挺花呀。你怎么跟楚总说话的？解释。我有什么好解释？好，那你就跟你的300多个前女友。许小姐，你愣在这干什么？追去呀！追他干什么？这不正好？要是他去找了卓之航，你就不嘴硬了。走。真本的电话号你还有理了？再给。我还不来哄我？许佳宇，别闹了，让我给你解释。来哄我了？这还差不多。你不是没什么可解释的吗？干嘛来找我？原来你不想让我走了？喂，怎么？许小姐还有事？再说一遍。你混蛋！你这是什么马虎嘛？那都是过去的事，反应这么大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地上这么凉，你把雪穿好，着凉了你就让我算账。你放我下来！我不跟你跟谁的事。谁怕死？我穿，你放我下来。你揣着嘛？帮你用吗？我问你，电话本怎么回事？那都是曾经的事了。我保证，我跟他们只是吃个饭，带他们出席下线下活动，绝对没做什么出格的事。那看在你态度这么诚恳的份上，但是没下次。那你原谅我了。怎么看你怎么带这块表？习惯了。换了，不好看。我再给你买新的。哎，你别说，这许秘书来了以后，处理文件的速度够快吗？哎，你来了。一杯咖啡。没有。喂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？哦，这个是人家许秘书给你点的芋泥波波奶茶，他的意思是让你吃掉芋泥，喝掉奶茶，把这剩下的要还给他。多大了，还送我这个？你俩这什么节奏啊？跟我这玩尬的呢？你知道个屁！你下班等我，我送你回去。哎呀，真肉麻，我受不了你们了。芋泥波波奶茶，吃掉芋泥，喝掉奶茶。是的呀，可以的。不就是个女
楚离，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？真的假的？楚离居然是这样的人，想不到啊，想不到。笑笑笑，哼，有你这么大回应吗？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你作为许家燕的妹妹，去给楚离当秘书，真的不会有人给楚离施压吗？这我倒没听说过啊。我听说啊，楚离的股东们都是他家族的人啊，对他非常严格。虽然他是独生子，但是能坐上这个位置，跟伯弟也差不多。真的假的？这点你确实应该心疼楚离，每天战战兢兢的跟那群老狐狸在一起，我有点同情他了。同情他？我看同情那帮老狐狸还差不多。哎，以后彭书瑶回国了，这事你知道吗？他是谁啊？不关注娱乐圈的事。这个彭书瑶是楚离的初恋白月光，你不知道这件事情？可能啊，楚离的前任你不都看了吗？你可是过目不忘，这都能忽视？我没在那个本子上看到。这总不能是纯情少爷惨被抛弃，从此游戏人间的狗血戏码？喂，准备一下，今晚出一个。我知道了，这一定是彭书瑶的回国宴。是不得不说，以前的宴会你可以不去，但今天总给我拿出充分的证据。一会儿拜托许小姐一定要拿出身为秘书的职业微笑，满分。这项链很衬你。放心吧，行。这可是彭书瑶的回国宴会，楚少怎么会带她来呢？楚少身边的人过一段时间后，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，不应该早就习惯了。可是她身上的项链好像是还原了，快看，彭书瑶来了！楚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王小姐。他是谁？我今晚的午饭，许佳莹。楚少风流不减当年啊！楚少，好久不见了呀！哎呦，楚少果然好眼光，这是又换了一个呀。楚少啊，这个能不能借我玩几天呢？看来你是喝多了吧？没看到他脖子上戴的是什么？哦，这项链真……我楚氏未来的女主人也是你们动的。是。楚离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已经回来了。程小姐，佳玉还在这儿，我不想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，你请你自重。彭小姐还真是比荧幕上还要好看呢。你看过我的电影？当然，我也算是彭小姐的半个粉丝了。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，能够拥有彭小姐的一张精美海报呢？看样阿离没有少在你面前提起过我。这样吧，我把海报送到哪儿去？楚氏集团总裁办公室。这样，杀人不见血。看来你还是不太习惯，我们一会儿就过去。且听今日真是风光无限。你伤好了，可别好了伤疤忘了疼。这是姐姐的教训，让妹妹不得不来告诉姐姐，有些人啊，是你的就是你，不是你的你也强求不来。真正的主角到了，这配角也该下场了。你是在提醒我，让我回去找卓卓啥吗？那样的话，你可是连倒贴的机会都没有。今天人多，我不想动手，趁我心情还没有坏到极致。咱们走着瞧。阴魂不散。叶小姐，可以聊聊吗？抱歉，如果你想让我听你们从前的故事，我想明天早上的娱乐杂志写的会更加精彩。阿离这些年呀，身边有许多女人，你是最不一样的那个。
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了。但是在阿离的心中啊，这些女人都是陪衬。如果你真的了解他的话，你应该知道，他手上戴的那块表已经戴了很长时间了。那是当时我1个月工资给他买的，虽然不贵，但是他一直戴着。我和你不一样，我不是他的陪衬，而是可以和他并肩前行的人。至于那块腕表，确实过时了，也该换新的了。谢谢提醒。佳宇，我拿了你平时最爱吃的。看起来确实不错，不过我现在没胃口。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说话夹枪带炮？吃炮仗了？怎么心疼了？佳宇，阿离，王小姐，我不希望你在我的女人面前说些让她不开心的事。笑我厉佳宇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不是我自己的东西，戴着不舒服。你不喜欢这条项链吗？不，我很喜欢，它很漂亮，意义也很亮，但不是你真心送给我的，我宁可没有。楚离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真心，但是今天晚上我突然发现，在你心里好像有一个人比我更重要，让你不惜拿出这条项链来，戴在一个你并不信任的人身上。我没有。同事要都跟我说了，你一直戴着的那块腕表是他当年送的，所以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是你逼我。佳宇，别多想。是我忽视了，有些事情毕竟没有经历过，就算知道结果，也不能一概而论。楚离，我很喜欢你，但是我的真心很贵，不要想得到，用你的。所以我被拒绝死。回来了。嗯，怎么还生气呢？楚离给你的那条项链啊，是人楚家的传家宝，整个青州的各大人缘都抢破头去了，那你还把它还回去，你舍得？你知道的，不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从来都不会强求。不是，我说我现在怎么越来越看不懂你了？你还不去睡觉吗？跟卓氏的几个合作案，马上就要推抓一筹了。你疯了！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卓志豪他不是好人？他是不是好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在商言商，许正彦，我警告你，不要跟卓志豪有任何。不是我。哎，你大晚上的带我妹去干嘛了？她回来跟吃了2斤炸弹似的。有事啊？那个，你干嘛？就是想跟你道个歉。哦，那不生气了？你是在哄我吗？算是吧。没诚意。那个，您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嗯，我知道，以你的智商干出这种事情，容易被洗。一会儿来趟办公室。没空。啊？许小姐说没空。那你先忙。今天早上娱乐新闻都快震了，当红以后彭舒瑶回归，而且楚总还带了个女伴，而且还有传家宝项链还粘。照片出来，你要不要看？戏子的事儿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活该都干完了。哎，你别说，你昨天这女伴和许小姐还真是有点像。不过你也太离谱了，逢场作戏女伴而已，你拿还原干什么？那就是许佳宇。我说大哥，你疯了？
你拿许家瑜去气彭书瑶，你是人吗你？我这可是第一次把华年送出去，没想到有个退路。我说我的祖宗哎，送礼物表白也是要分场合和环境的吧？你见过有哪个求婚的二话不说把戒指戴上的？有区别吗？区别大了。就拿你这条领带来说吧，如果许小姐给你好好打，那就是甜蜜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如果说我给你这样打的话，那就是伤心。古丽我，那抱歉打扰了。许小姐，你误会了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有话要对你说。还站在这干嘛？滚出去！哦，好。你要什么？昨天我没有，我只是想把项链送给你。等，送给我？那不是？是，那是处事女主人才能佩戴的项链，我就愿意把它送给你。怎么了？我不知道你在气什么。我带着我心爱的女孩出去给别人看看，怎么？到底在气什么？天啊，这是向我表白还是求婚？楚离呀，楚离，你还真不按套路出牌啊！我没骗你，这条项链我早就给你准备了。只相识，相依为命，却听天由命。叫什么？爱可以利用谁懂不？印章了，以后要是有别的女生感情留恋，我就揍我。那我可有话要问你。你问。我累了。哎，来，坐。你和那个彭书瑶真的结束了？我发誓，肯定结束。哦，那他怎么说你那块腕表？我戴习惯了。你再说一遍。你看我今天都没戴，我以后肯定也不会戴了。对，可别。你要是习惯的话，还是戴着吧，万一再说我小肚鸡肠。怎么会呢？你是我见过最温柔体贴的女孩子，不像有的女生，成天就只会吃。有的女生，你说啥啊？我听说他走之后，你开始游戏人间，是不是因为他？不是我要听真话。当时我爸离开的特别早，公司前有商业对手如狼似虎，后有家族内部成员虎视眈眈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装作为爱颓废，让有心之人对我放松警惕。真的？楚离，逗你的，当然是真的，根本就不是我的菜，而且你当时我家的情况也不允许我为爱痴狂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那个彭书瑶再来挑衅我，我直接跟他说你是我的男朋友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哎，你犹豫了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说我是你的朋友。那个，哎呀，没打扰吧？你快放！那个彭小姐来了。彭小姐来了。彭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卢总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去忙了。彭小姐今日有事。许小姐要的签名海报，我刚才就在附近，直接送过来了。你们不是刚见过，直接给她就行。阿离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当时我离开你，我知道你受了很大的压力。现在我回来了，我可以帮你，而且我在董事上能说上话了。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彭小姐，过去的事我早就忘了，
况且我也听说这几年你在国外过得确实不错，恭喜。就应该出现在你门口，什么时候？许小姐，海报拿过来了。哇，这就是影后彭舒瑶啊，这人真好看。你还真给送来了，谢谢你。许小姐昨天让我把签名海报送到阿离的办公室，没想到你是阿离的秘书啊。彭小姐认为，以许小姐的容貌，很容易让人产生危机感。看呀，是我误会了。这些年我不在国内，阿离玩的有点疯。之后呢，你就帮我多看着看着他。你不会就是楚总的白月光吧？哪有什么白月光，都是媒体乱写的。不过许小姐这眼睛跟我长得确实有点像，她的口味一直没有变。可不是嘛，就怕有些人没认清自己的位置，只会奢求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哦，和我玩白月光替身这一套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楚离应该是在10年前认识的。那个时候我和楚离好像刚刚分手。哎，他没跟你说过吗？你说什么？魏小姐，真正战胜不了的呢，是死了的白月光。所以啊，你有多应该庆幸，这白月光呀，什么白月光、黑月光的，老娘有份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哎，你别说，这许小姐还怪生猛的。许小姐，这个门坏了，我在这看一下。看热闹看的挺过瘾啊。挺过瘾。来，去咖啡啊？啊不，奶茶，那个什么波尼奶茶安排。哎，好嘞。辛苦了，辛苦辛苦。说吧，这次怎么算啊？山顶餐厅今晚就去。可是那家餐厅不是很难预定吗？至少提前1个月才行。问题不大，你去就有位置。不愧是你家开的。那当然不是，那家餐厅是安向宇他爸开的。这小子深藏不露呀！你想要啊？想我现在就给你。你有钱多点花了吧？走走走。不过下次徐总要是来青州的话，我们可以不用预定其他餐厅了，直接去那家就行。那个徐总不是卓氏的合作伙伴吗？你动他干什么？你想知道啊？告诉你，该不会是想跟我抢生意吧？抢！我给你10个蛋心干嘛？不会不会，开心就好。行了，我先回去了，你忙。哦，等着你的波波奶茶。咱们2个人点这么多菜，吃得完吗？这个你就不用管了，下次徐总来，你总得吃过了才能给人家推荐不是？你是什么绝世好男人啊！再接再厉。干杯！你当年和彭舒瑶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不是会给你很大的压力吗？哎，你紧张什么？我就随便问问。是说不说以前的事了吗？问这个做什么？和你在一起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去扛所有的事情吧？我可不像彭舒瑶，我要帮你搞定那群老公。怎么又呛到了？多大个人了，喝水都不会。打住！那些股东可都是我爸留下的摄政，我劝你别招惹他闹。我试试怎么知道呢？相信我，我可以。打住吧你！我跟你说，就那些老家伙，等我把他们熬死了就好。我都忍了这么多年，跟你说，他们可比不上那个卓志豪。就你上次那个家事，他们那些老头老全吓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把我说的像个女土匪一样？我这次要以德服人。朱莉，今天晚上有点热闹。阿离，这么巧，你没来这儿吃饭？说他少大病初愈，我们过来庆祝一下。一起吃饭就一起吃饭嘛，说的跟我昨天现场一样。葛少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你和佳佳这是？
今天晚上太阳挺大的，我们出来晒一晒。佳佳还真是幽默，幽默。卓少还不知道吧？他是阿离的秘书。秘书？对啊，许小姐之前是阿离的秘书，前段时间在酒会上撞见了，是阿离的舞伴。想不到这个小秘书人脉还挺广，这青州3大商业局2个都和他这么熟，之前真是小看他了。佳佳，我没想到你竟然跑去给楚离当秘书。怎么？什么时候我做事儿还要征得你的同意？阿离，你这个秘书还真是八面玲珑啊！卓少，不知道你跟许小姐有什么渊源啊？我彭小姐不愧是混娱乐圈的，这八卦程度一点都不亚于狗仔队呀！你这眼光也不怎么样。许小姐倒是牙尖嘴利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阿离不太喜欢这么伶俐的女孩。有吗？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迪丽，人家以后会温柔的。佳佳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正式跟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许家大小姐许佳瑜。什么？他的哥哥是许江岩？如果你说许江燕是我许佳瑜的哥哥，更可信。别闹！那为什么会给楚离当秘书？那当然是为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了。我要是像个某人出国个10年8年不回来，那估计黄花菜都成花市了。佳佳，你别闹了，你哥很担心你，而且我们2家的合作案即将启动，你确定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要你们看吗？和我家合作的人那么多，难道我要一个个嫁吗？还是说你卓志航跟我哥合作是醉翁之意不接酒？佳佳，哦，对了，彭小姐不是好奇我和卓先生什么关系吗？如你所见，前不久卓先生刚去过医院。许佳瑜，哎呀，李丽，人家好害怕哟，在凶人家。喂，大小姐呀，你快来吧，你哥要和卓志航合作了，不了，方股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直在推波助澜。卓志航的合作案几乎就是在给许氏赚钱啊！我感觉到有问题了，股东里肯定有卓志航的人。看吧，卓志航的卓志，本来想让你过几天消停，你自己都让他作死吃。看来这饭今天是吃不成了。别等。哎，我送你。阿离，王小姐，以后叫我的名字就好，我怕我女朋友听了会不开心。女朋友？要不我送你上去？不用，我自己能行。我相信你可以的，加油！抱歉，我来晚了。你可算来了。大小姐，我记得刘好像从来没代理过公司事务，今日怎么？刘总不代理公司事务是因为有我哥哥在，但是公司的股份也有我的一份，所以公司在做任何重大决策之前，我也是有话语权的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开始。公司这么多年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。许氏、卓氏和楚氏3族联合太平，这批合同达成，我们将向谁赢？楚家那个傀儡太子爷一直压我们一头，我不服。但是这个便宜我们公司是不会白占的。如果项目一旦启动，会将我们所有的资金全部投。佳宇，
你怎么现在学的跟那个楚家小子一样前跑后跑？不拼一拼怎么知道不行？许小野，我说过你离卓志航远一点，不要跟他有任何。生意上的事情，怎么会因为一些儿女私情受影响呢？这样的风险评估实在不足以让我们冒这么大的风险。许小姐，这机会转瞬即逝，就算你不同意，我们也会想办法让合同进行下去。所以这是谁的商量？很抱歉，今天我本不该出现在这里，但是作为楚氏集团的总裁，你们就当我是为了利来参和。楚少，这是我们许氏的事儿，你一个外人来掺和什么？我不喜欢说废话，就一句话：如果你们今天签订了跟卓氏的合同，就是跟我楚家做对赌。青州的商场派去。如果几位想试试，我也愿意让诸位见识见识我这个傀儡太极的手段。你是在向我们挑战吗？佳玉，他是你带来的。哥，我许家的事儿，什么时候我都会插手。江燕哥，楚总他也只是分析。许佳玉，如果你要是觉得我管不了你，许家你可以不用回来。你要赶我走？不是我要赶你走，是这个家你自己不想回。小花，这北京哥太累了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你别哭啊。周丽啊，我哥他不要我了。不哭不哭，不就是个家嘛，不回就不回。他就是个臭狗屎。对，这几天你就先住在我这儿吧，要不小狐狸崽子，眼泪还没干。行了，到家了，别装了。我要喝睡前牛奶。睡前牛奶啊？那你下来呀，我给你倒。不要。我说你找我什么？滴滴滴，倒车，请注意。你幼不幼稚啊？快下来！哎，我要喝脱脂的。可是今天太晚了，我明天再去给你买。这样，我明天呢准你1天假，你可以不用来上班。那你呢？今天晚上放出的狠话不能白说，今晚我就要有一手硬仗。看你喝的，嘴巴上到处都是。还有，你这衣服都有味儿了，一会儿脱下来我拿去给你洗了。这多不好意思啊！而且我也没有带自己的衣服。你可以穿我的。好吗？那就光天不如从命了。真服了你。晚安。喂，怎么样了？没有多聪明，你自己不知道。我说你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？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敢欺负我妹妹，你完蛋。还有，不准给她吃垃圾食品。晚上看电视的时候不要太晚。行了行了，孩子都多大了，你还管这么多？管着总比惯着强吧？这人都是你的了，你注意你说话态度啊！怎么，明天就要干仗了？你准备好了？先管好你自己吧，别到时候哭着喊哥。
眼光还不错嘛。喂，小辣，饿不饿？想吃什么？我让人给你。没事儿，我自己能解决。哦，你晚上回来的时候买条鱼吧，做菜给你吃。好，那你列个清单，我回去给你码。这也太像老夫老妻了吧！我说楚离啊，你知道你现在的脸上就显不刺激，是一个成语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春心荡漾啊！我说你这回国也有段时间了，怎么乱用成语的毛病？说句实话，我还是低估你了，你没有让我失望。我原本以为你今天都要释放昏君体质，连班都不上了。确实，这人老了，突然运动一下，有可能。不会吧？你们的进度这么快的吗？想哪儿去？我昨天练了一下负重。负重，大哥，我跟你这么说，咱都是成年人了，这事儿不用避讳，我理解啊。听我一句劝，这话天知地知。行，放心，到时候我就告诉你。哎，我说你干嘛去啊？下班。这几点啊？你就下班？哎，我是老板，我想几点下班就。哎，你别说，这小子现在的画风还真有点像许家瑜 ，interesting， 有点意思。哦，吴总，我就让你买一条鲤鱼回来，你这是把他酒足都给灭了吗？那个卖鱼的老板有口音啊，说了半天我不知道你在说，我也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条，所以我就一样买一个。你告诉我是哪条，下次我一定会。喂，陆先生，我们现在在卡萨布兰卡酒吧，人说要现在喝醉了，一直喊你的名字，他泄露你的身份，被拍到了，怕是很不好。他是成年人，他和酒吧我都管不了。舒先生，能不能你来接他一下？不可能，谁的电话？不重要。来，我帮你吧。你会杀鱼？要不我们叫老莫来？行，那我先没事儿。哇塞，快尝尝。比山点餐厅好吃多了。真的？那你可要多吃点。去吧，别让他出事儿。他是谁啊？关我什么事？如果他出事碰死你，让你以身相许，我可不背这个锅。不可能。你快去吧，我等你回来吃饭。你就这么放心了？如果明天早上让我看到你的绯闻，就死定了。放心吧。主少，你来了。我今天来还你这个，物归原主。阿离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喝多了，送你回家。我不走，我们之前经常来这个地方，这里什么都没变，为什么我们变了？你不走，我走。I could be your Mario, following you as key to the patio. I used to marry you, but right now just wanna run away and falling, never fall. Oh, every time I see you, 그대 눈을 볼 때면 愣着干嘛？一会儿上班，我可没准假。好的，老板。
慢点。师傅，我回来了，难以置信。不然呢？夜不归宿可不是好孩子。快吃吧，一会儿上班迟到。急什么呀？饭都还没吃呢。吃什么吃啊？马上就要上班了，明天10点，我可不想迟到。哎，那个，哎，不是，这是你家呀？大清早的，你吵什么吵？许家瑜，你们如你所愿，谈了一个六亲不认的恋爱，现在无家可归，出流了啊！楚林，那你昨天在那儿给我，这香肠太生了，都没锁呀。了解，太归你手下。吃你的得了，那么多废话。佩玉姐，我今天看到你从楚总身上下来，你们不是住在一起吧？是吗？你这个看见了？石头头怎么回事？没错，我就是石头头。佳瑜姐，我以前觉得你特别靠谱，你现在做的梦怎么比我还离谱？我就知道，说实话也不会有人信你。大白天的做什么梦？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常总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累死了？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更年轻，我看你还妄想正事。你们这些小年轻，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些不现实的事儿。现不现实的关你，成天夹枪带棒没完没了的。哦，整个人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这么嘴碎，对这么刻薄，老会得病的人。怎么说话的？这就是你对待前辈的态度。怎么回事？都不用工作是不是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咱们楚总未来的少奶奶竟然在咱们秘书部。这样的事儿是可以直接说的吗？没有所不知啊，这楚总昨晚夜不佳人，是在这里，好像不是咱们学。这照片虽然有点模糊，但是确实很像。喂，哪位？喂，是许小姐吗？我是彭书瑶。昨天晚上楚总送我回来的太晚，他的腕表落在我这儿了。许小姐，你在听吗？我在听。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，你可以让楚总自己过来取吗？好啊，地址发你手机上了。哎，徐院去哪？刚才佳瑜姐接了电话就走了，说是找什么腕表。你说彭书瑶不会对许大小姐怎么样吧？担心彭书瑶。哎，怎么是你？不就是收拾小三吗？这事儿一直会生气。许小姐，请注意你的措辞。我跟阿离认识10年了，恒大明星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你不知道吗？既然你当初放弃了楚艺，就应该有些自知之明。怎么，亲自打电话给我，挑衅吗？你胡说！阿离心里明明只有我。昨天晚上，你少给我提昨晚。昨天晚上楚丽原本不想去的，是我看你执念太深，大发慈悲，给你个机会让你把话说清楚。可是你呢？我奉楚丽为至宝，你怎么敢的？当着我的面算计他，你找死！看我，彭书瑶现在可是眼后，许佳玉，你放啊！你放开！佳宇，我现在对你无话可说，我还要上班，先走了。这下可以好好的。佳宇，阿离，说过了，不要叫苦。还有昨天那种把戏，我不拆穿，代表我没有发现。喂，马小小，我答应跟你合作，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佳瑜姐，你怎么了？还能怎么了？没当上豪门少奶奶，不行了呗。再给老子废话，明天让你推销。许秘书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真有几个拉屎。坐吧。
佳玉，这件事或许我该给你一个解释。不可否认，昨天彭书瑶确实用了一点心思，把水到我袖口上，让我摘了腕表。真的？真的。但是我不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，那腕表就是我故意还给他。就算是我们回不去了，可当年他对我的心也还算是赤诚，物归原主也算是交代了。某人不是说戴习惯了吗？是啊，习惯了。但是现在有你，我不说了不便宜。小狐狸崽子，叫你把我往里看吧，出事儿到我了。说是什么晚上？把两个人打成那样。你要不要试试？ Come on, baby, just bounce, bounce. More water, merry go round. Me and you, the way she go behind you. Without like I said. 你和我哥的战役进程怎么样？一切都是能平衡。现在也算友好。什么叫友好？就是昨天他让我亏了100万，今天我让他亏了100万，就这样。100万？你和我哥不是在打对垒吗？撒娇呢？毕竟前期卓之航的投入还是有限。给我看看。果然，这些在后期可就是卓之航的支柱下来，让卓之航在许家吸血，还能苟延残喘好一阵子。你呢？把这几个背掉。这可是卓之航亲自看好的种子项目，这丫头的眼光也太多。说，毕竟也有你哥哥的钱，我要不要手下留情？别管他，听我的，干掉他。好了。楚烈，你今天吃错药了，3000万，你真把我往死里打是吧？我如果说这是你宝贝妹妹的手，你会相信？放屁！他要是懂这些，恐龙都不会灭绝。行，楚烈，你跟我玩趁火打劫是吧？这3000万从嫁妆里扣。什么都不动，100%确定。我的大小姐，你是不是有点乐不思蜀，都快忘了你还有家公司啊？怎么可能？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？我们跟徐总的项目呢，进展得非常顺利，已经提前进入盈利期了。太好了！徐总最近什么时候来青州？应该是快了。不管用什么办法，我要尽快见到徐总。姐姐，今天的头条还真是自己，没想到楚少还是个念旧型。我说马小小，你在他身上吃了多少亏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非得来招人。万峰姐，这话可不是这么说，是特意来向姐姐传达消息的。卓徐两家正在商量你和卓少的婚期，爸爸的意思是让你早点回去。哎，马小小啊，我不回去才是你希望看到的。所以啊，姐姐，不如我们合作，各取所需。我和你呢，永远都不会是同一条船上的。你所做的事情，我会让你一点一点的还回来。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不可能啊！喂，计划要提前了。哎，干嘛去？不吃饭吗？累了，点外卖吃。不准跟我妹吃外卖。算了，还是得我自己做。好吧，不能。什么味儿？快来吃饭啊！快吃饭。我太贵。做饭啊。介绍一下，
这是什么？鸡蛋炒鸡蛋，西红柿炒鸡蛋。李亚，你哪根筋搭错了？进厨房，厨房也是你配待的地方吗？鸡蛋炒鸡蛋也就算了，西红柿炒鸡蛋，你西红柿切都不切一下，你往里放吗？需要。好，来，楚离，你以后要是再敢进厨房，老娘就跟你拼命！尝尝。这个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青椒炒鸡蛋。不至于吧？我就做了一个菜而已。谁要是能娶到你啊，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志恒，妈，今天的饭怎么样？真不知道我们卓家把你娶进门是干什么的，饭都做不好，还不如养条狗呢。我先走了，完山不回来了，你们吃饭。志恒，今天徐佳宇，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自己解决？娶了你真是麻烦。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。妈，我又想干嘛？我实在不会做饭，我们能不能请阿姨？徐佳莹，你还以为你是徐家的大小姐啊？还叫个阿姨呢？我儿子赚钱容易吗？钱我来出。你嫁到了我们卓家，你的钱就是卓家的钱，没有公主命，就是公主病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有点想家。你要是想家了，我可以送你回去。你哥要是不同意，给我做。好啊你，嘴里吃着我做的菜，却把我送回去。楚离，你有没有点良心啊？我没那个意思。哎，喂，我还没吃完呢。别吃了，我道歉还挺快。识时务者为俊杰嘛。那你吃吧。喂，好，我现在过去。怎么？徐景之、马丽君，你们欠我母亲的，该还回来。楚总，菜好吃吗？好吃，帮帮忙呗。楚离先生，今晚做好本小姐的花瓶，本小姐重重领赏。你要拿我当花瓶？你也觉得有些大材小用是吧？要不然安佳也过来了。哎，谁说的？我的意思是，当花瓶这件事，真的？那当然。今晚你男朋友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花瓶界的事。没上啊？他们怎么来了？助手，我不知道。别忘了今晚的任务，马小小，你最好别让我再失望。没想到楚少和佳佳今晚也会来啊！没想到的事儿多了。姐姐，几日不见，爸爸和哥哥可是很担心你的。是吗？别羡慕，过不了多久呀，让人担心的就是你了。姐姐，这说的是什么话？哥哥和卓少的合作啊，很顺利。今晚的慈善晚会就是为了两家合作造势。姐姐你也是为了这件事情。你猜？姐姐，希望过了今晚你还笑得出来。咱们头条见。我好怕呀！今天晚上我好加油。佳宇，你一定会后悔你自己的选择。诸位嘉宾请落座，我的拍卖晚会即将开始。妈妈，
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这是我们上半场拍卖会最后一件拍品，法拉尔这一对低价500万，510万。他怎么来了？大好日子不来搅局的吗？我们许家大小姐直接出价510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520万。马小姐出价520万，600万。我们主少直接给出600万。干什么呀？你这无聊娶儿子。650万。左少给出650万，还有加价的吗？哎，疯了吧？650万买那个靠白不白？650万一次，650万2次，650万3次，恭喜左少！自古宝剑配英雄，朱氏配佳人。今天我要将这对耳环送给一位女士，这对耳环我今天要送给许佳瑜小姐。首先，非常感谢左少哥爱你。其次，作为今天晚上最后一件拍品的得主，我想我也要为慈善晚会贡献自己的一份人格之力。许佳瑜，你放肆！这条绿肥手镯是我奶奶留给我妈妈的，同时它也代表着我们许家女主人被认可的象征。有了这条镯子，许家的女主人才算是真正的入主我们许家。但是我妈妈已经不在了，我们许家也就没了女主。许佳瑜，哥哥还在这儿呢。许家燕，这条手镯你会要吗？佳玉，既然是妈妈给你的，那就是你的。许佳燕，你好啊，这条镯子开价5000万。周少，请你帮帮我，有了它，我就是名正言顺的许家小姐，就能更好的帮你了。没事，放心啊。5100万。当年妈妈为了你倾尽家产，你却连一朵花都没给她，现在却为了另一个女人愿意花5000万。7000万。7200万。7500万。周少，就差一点了。8000万。姐姐，够锤吧1个亿。不是，马丽娟，你就这么想成为许家的女主人吗？你给我等着！左少500多万的环送给了徐小姐，您这条1亿的手镯是否也已经物有所属？不是物有所属，而是它的主人。请问楚少，您豪掷1亿是为了博美人一笑吗？并不是，而是从现在开始，属他的东西永远都不会。楚少，您将600多万的耳环送给许小姐，是否您将来与许家合作有关系呢？这一次卓许两家的合作非常顺利，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小小，想来楚少和佳佳的好事将近，我很期待。许家瑜这边无懈可击，看来只能从马小小这边下手。多谢卓少，只不过我有这个能力做主佳瑜他任何想要的主方，不需要靠别人，更不需要靠我。想不到你说话还挺真性情。耳濡目染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问两位今晚都为许小姐豪掷千金，是否有打擂台的成分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我想你们更应该去问赵。我想应该没有这个可能，毕竟名分更重要。打擂台，他也配？
头上是要关心和史杰林的恋爱吗？我们一直也没有。抱歉啦，今天晚上的头条帮他们他一个秘密。报复他们的方式有很多，这是你妈妈留给你的，叫好收场。这个被你看穿了。我不仅看穿了，我还知道，如果这个手镯被他们大放血给抬走，你也不可惜。谁说？怎么样？今晚的花瓶算不算？我去厕所。小意思。姐今日真是风光无二呀！桌上楚上都为了你豪掷千金，这样的殊荣可真是羡慕不来。你妈刚进院没多久，你就为了个男人跟我争风吃醋，你们还真是亲母女啊，对彼此都这么狠。姐姐，你先别着急嘛，看这个。上辈子就是因为这个视频我嫁给周知府，没想到再看到这个视频还是这么上瘾。暂停暂停，姐姐，我妈怎么样啊？闭嘴！但是你的男人让我心碎。你疯了吗，小小？你在我身上施加的痛苦都归给你了。这个以后，记住。谁呀？怎么有你跟不觉少年的？别激动我。别着急，咱们俩成。兄弟，你是真的不管你哥死活了吗？这下停车场，再玩就来不及了。哥，徐佳玉，徐佳玉，你出来！没事儿，放心的。哥，你先想哥。佳玉，佳玉，我要相信。哥，你醒醒！哥，不是。难道这个结果还是改变不了吗？许佳瑜，这就是你跟我作对的下属，等死！佳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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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愣着干什么？赶紧送医院！是你。不是我，不是。你知不知道他死对我有多麻烦？这是我万事有余。啊，头痛。行了，别动。大少爷，第一次伺候人吧，辛苦啦。敢让我伺候第二次，你就废了。哎，别生气了嘛，这不没事儿吗？没事，这叫没事。你知道你睡了几天吗？人家错了嘛，下个文例。哎，哎，徐佳玉，你过分了。过来，我错了。那个费用已经交清了。喂，你
你把今天晚上公司的早点准备一下。哦，对，就是今。徐佳玉，你把我妈害惨了这件你知不知道？他怎么了？没事，不用管。那想想，你妈还活着吗？你们竟然走，打扰了啊！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你小姨中风了，医生说挺严重的，现在动都动不了。那是挺悲伤的呀。马小小是该哭，等我有时间了去探望他。你可歇着点吧，你哥他怎么了？这个处理说话大喘气，还好我哥没事。你这个大忙人，今天有点时间来看我了。那么大酒店待不下你们，非要去什么停车场？对了，妈妈的东西你拿到拍卖会做什么？趁老娘没有用点金网勒死你之前，给老娘跪！就好好惯着他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不为什么，出去了。没说实话。我累了，要睡觉。哥哥，再坚持一下，只有这样，你和楚离的戏才能更真。哟，这时候了，还不忘忘我？看来精神还挺好的呀。哎，小姨啊，当初我妈也是像你这样躺在病床上，怎么样？舒服吗？别怕，我今天看见你啊，就是想我妈妈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年你和我爸编了一个很动听的故事，妈妈心疼你被家人欺骗，对你和马小小真是好的不可以。可是你呢？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人？为了嫁进许家，开车撞自己亲姐姐，为了逃避法律责任，不惜让自己未成年的女儿去打掉我妈妈。小姨，你这一招真是高傲啊！哦，还有一件事情忘了告诉你，那个镯子，许静之并不是要买的。所谓的主母信物，无非就是奶奶临终前对我爸的规劝，他给许静之留了一笔钱，密码就刻在镯子的内侧。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你呀，一定要好好养好身体，好好在这颐养天年，也好好看看你的女儿是怎么一步一步欠下当年你逼她死的房债。不要等，哎，就是别急，提前剧透多没意思。我们呢，慢慢看看。快，你快不行！就是他害死我妈的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好，许小姐，有关部门接到马小姐的报案，我们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。还有什么好了解的？赶紧把他抓起来！马小姐，请不要妨碍我们办理公务。许小姐，据马小姐所说，她的母亲马女士在去世之前最后一个去见她的人是你，对吗？没错。那么请问你都做了些什么？哦，也没什么，就是聊聊从前的事情。我记得当时她的状态还是很好的呀，不会吧？不可能，一定是你！马小姐，你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因为他从小就欺负我和我妈，一定是他。如你们所见，马小姐现在因为丧母之痛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。麻烦二位再泡一趟。徐佳玉，你个简直是你的妈呀！两位，这个女人现在在这里会影响到我的生命安全的。抱歉，徐小姐打扰了。我
证。你现在不能喝酒。我知道。你平时不会喝这么烈的酒，或许今天是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呢？能不能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没什么，静好天气。那天撞你的人是彭舒瑶，你知道？一直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你到底背负了什么，不能让我跟你一起承担？所有的事你都不告诉我自己去做，我想为你分担点什么，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楚离，我一直想要的，你已经给我。什么？就像现在这样，好好的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话。我曾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在梦里我嫁给了周志豪，你就死在我面前。我想抓住你，却怎么也抓不住。那是梦，不会的。是啊，这次不会了。楚离，你从前的花边新闻我们可以不在乎，这一次过分了吧？你这慈善晚宴上的官宣占据各大平台，你的另一半怎么能？各位董事，目前处置的掌舵人是我，所以这么多年辛苦各位的资辛扶持。但是今天，这是我楚离的私事，许家瑜势在必得。这是灵芝，是少人。你，佳佳，你的伤还没恢复，怎么跑过来了？我不来，恐怕今天楚师夫人就要换人了。许小姐，听说前段时间你和许江燕闹得很凶，请问现在的你还能代表许氏集团吗？不能。作为楚离的妻子，自然要有雄厚的家庭背景，可不是谁都可以成为楚氏集团的女主。我虽然不能代表许氏集团，但是如果我能代表瑶光集团，瑶光集团一个青州新秀，目前位商圈第4，半年内成功上市，有超越博士的趋势。律师介绍一下，叫许家瑜，是瑶光集团部的董事长。我将以整个瑶光集团作为聘礼，嫁给许先生。许小姐，我家和许家在商场争斗多年，彼此的实力大家都清楚。以许江燕的能力封出一个空壳公司，并不是难事，甚至超越卓氏，我们也不感到奇怪。所以你这公司很难服众，很难服众。刘董事，你可真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啊！许总，是哪阵风把您吹到青州来了？我听说卢总和佳瑜在一块儿，我迫不及待的来青州当这个证婚人了。怎么没来吗？不会，你来的正好。许总，老刘，我知道是从小看着楚离长大的，但是我向你保证，我和佳瑜姑娘合作过，她手段可是不一般呀。你们要是不同意，那我可就把她介绍给我儿子。什么？你们竟然合作过？那倒是，我这可是带着合同来，打算跟瑶光集团一展新项目。他正在代表瑶光集团时，怎么，你们都不知道？瑶光集团可是佳瑜一手创办。好，公知每日头条，楚离的订婚宴走上日程了。这么快？快是快，4万斤。是哪的？好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，散会。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搞定了那个小子。我怎么记得某人好像说过什么尸骨无存，什么全部熬死？错了错了，是你高瞻远瞩。去你的吧，没正形。喂，佳瑜啊，你还是回来一趟吧，你哥把彭舒瑶保释了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是真的，而且听说是马小小的主意。无关人等，出去！许江燕，你什么意思？怎么？你这……哥，你别生气嘛，姐姐她也不是故意的。闭嘴！
你妈头七刚过，你就开始迫不及待的穿红戴绿是？马小小，我之前警告你的，你是一点儿没记住是吗？没事，别理他。徐江燕，看你这态度，是想让马小小这么许，还是找上门女婿是？徐佳玉，你话说的别太过分了。跟我们说话有你大腿的份儿啊！姐姐，你害死我们还不够，就算我们以前那该还的也都还了吧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想你用许江燕的命威胁我去地下停车场，让彭书瑶开车撞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我想怎么样？现在叫我认真。哥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张小小，你这人跟死连狗一样疯啊！徐佳玉，闹够了没有？徐佳燕。大老远在这儿，上面买书啊，孔雀东南飞呀。幸福的样子，我感觉好真实，找不到形容词。你别得意了。是快泛滥的气场，只剩下雨珠子。你什么意思？有一种踏实。你什么意思？我靠！爸爸。徐江燕，你要是敢跑出来，我真的……佳宇，都快晚上了，要不要吃点东西？那我给你倒杯牛奶吧，我买了好多放在冰箱里。哎呀，你。楚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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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楚林在吗？他不是去上班了吗？哦，那个，昨天晚上我们一块玩呢。那个，别扯淡。昨天晚上他给我发完了最后一封邮件，到现在电话也不接，微信也不回。喂，曼东，马小小在哪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楚离在哪儿？你想干什么？快说！我不知道。知道是吧？哎，等等，这说。哎，对。我操！是许江燕，许江燕举报了他，他现在在拘留呢。别这样了，佳玉，为什么？楚离犯了什么罪？佳佳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楚离他不是什么好人，这才只是刚刚开始呢。我说过，你敢动楚离，我这辈子。为了一个男人，允许你。徐江燕，我最后说一次，你要是敢和周志浩合作，签合同那天，你再也不出来。至于马小小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哎，学校真是什么呀？在少年上，这丫头就被我放了。也该让他尝尝外边的苦头。
我也不是做梦啊！楚离，我会是死了吧？你快从我的梦里出去！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我。哎呦， 이제 눈을 떠도 희미한 你怎么才出来？我这不是看你想我吗？你怎么把血杀了？没事没事，我听说你用枪指着马小姐，你才把我吓死。不是假的吗？你怎么出来的？拜托，他们只是怀疑，我又没有犯罪，调查一下当然要放出来，难不成还要在里面过年啊？你胡说八道！你饿不饿？你在里面肯定没吃好吧？我去给你做饭吃。这么一说，确实有点饿，特别想你做的饭，越想越饿。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。徐总，最近发现我们公司集团有很多股东正在出售自己手里的股份。这群老妇人，这是看这条大船要沉，纷纷要跑路。与此同时，有一个账户正在大肆收购这些股份，占额急剧膨胀。是吗？查到谁收购了吗？是瑶光集团，我们要不要提前干预？不用管，就当不知道。小帅，是。这么用功啊？来，休息一下。这可是合作的最后阶段了，徐总这么信任我，我一定能这脸子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该吃还是得吃。喂，徐总。抱歉啊，佳菊，我们的合作有点终止了。徐总，请问是我们这边出什么问题了吗？应该是惹了不该惹的人，毕竟我的主要生意还是在海城，有些人得罪不得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抱歉了，佳玉，违约金我们会照常赔偿的。没事，那我们下次合作。海城，卓之航的母亲韩家就在海城，听说商政通吃，很有权势。你早就知道了。确实，不过我没想到对付你这样一个小姑娘，还要去找她妈妈。来，赶紧吃块水果压压惊。你下次让我赔了300万。你笑什么？我没有啊。你完了，我不想理你。怎么不开心了？又想一个人待着？我才没有。哎，起来，我给你变个魔术，你看我手上是不是什么都没有？嗯，什么都没有。你不是没了300万吗？这里面有3000万，归你了，笑一个。你对我真好，开心了？这有什么不开心的？为了这点小钱，不值得。还给你。我是谁啊？我可是许家瑜，这点钱我自己就能赚回来。哟，我们许家大小姐真有人气。你干嘛？外面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们是不是该睡觉？喂，徐佳瑜，你跑不掉。喂，我要举报。不愧是老娘心中的美，徐教练看了这么多遍，还是这么帅。这睫毛也太长了吧！大早上起来就犯花痴，不太好。怎么，卧倒隐蔽，敌军近在咫尺，这招不太管用。起来啦，该上班了。喂，嗨，
看起来确实在海城给徐总施压了。但是在此之前，周志航和徐州的合同马上就要签约了，你确定要这么干？用来加囊水来拖延呗，我还怕他。姐妹，楚离的母亲回国了。什么？徐说不太好相处，你自求多福吧。楚离，查的怎么样了？虽然彭树瑶依旧还没有消息，但是，还是你自己看吧。当年许静是在许夫人怀孕的时候，是为了许夫人的妹妹生下了马小小，但是马丽娟竟然能为了进许家的门设计了一场车祸，甚至让17岁的马小小扒下许夫人的养鸡管。许夫人并不后是不是？上面不是写了吗？307啊。下，不会吧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当年那个阿姨是许夫人？马小小手机里有一段你走进病房又离开的视频来诬陷你，之前以为是合成的，没想到是真的。说什么？你怎么了？突然带我来了这里，有什么急事吗？难不成他也知道他妈妈今天回国，所以紧张了？我有话跟你说。该来的还是……其实我知道啊，也做好准备了。我们不，你不知道，那真的不是我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不是你？你在说什么？不是你妈妈今天回国。佳玉，当年并不是我害的你。你相信我，当年是你妈妈住在我爸病房的隔壁，我是走错房间，发现许夫人状态不对，就叫了医生。我知道你不会的，你信我？我信啊。还好，这一次我信了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陪我打1场硬仗嘛。徐总，要不我们等等加入吧？怎么，现在许氏集团的掌权人什么时候变成许家瑜了？现在。怎么？你不服？我许家瑜，你许小姐，今天这合同已经通过大部分董事协议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必须签订。好啊，你们这几个老表面上装的忠臣良将的样子，实际上背后操作股权的时候是一个比一个狠。最近你们几位抛售的股权都到了瑶光集团上，而我作为瑶光集团的董事长，以及本人作为许家瑜的股份，已经成了许氏集团最大的，拥有1票，所以本人代表许氏集团董事会行使权，拒绝这次合同。这个合同啊，周志豪，现在你应该知道了吧？相较于许家，我许家瑜才是最值钱的那一个。你的算盘最开始就得错。你就允许他这么胡闹啊？许先生你好，我们接到有人举报，有人涉嫌商业恶意竞争，你们的会议需要终止一下。看到了吗？啊，许家瑜，这就是你侮辱我。罗先生，我说到这里，请我们走一趟吧。那就辛苦二位了。只要你们需要什么财务报表，我们都可以提供。安东，这里是卓氏集团所有关于投资漏税及非法操控的事实，包括挪用公款的证据。如果有需要，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。江夜，你他妈乱死老子！科长，苍蝇不叮不痛的，祝你平安。别动我！别动我！撒开我！撒开我！我要见你律师。你的律师倒是不会了。
哇哦，他好优雅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律师韩冰是我们学校，这个面子他还是会给的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起诉，我附小随时会来。小我去，而且知名律师，听说可是社团风云的人物。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让你来害我的？怎么？遇到问题只许你找人。不给我！妈，这昨日处理的那么好。你可以和我聊聊吗？可以。你在这里留一下。怎么？你很紧张？没有，我就是这次真的谢谢你，坐吧。我和他爸爸很相爱，以至于他走了以后，我没有办法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，对楚离也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。这一次是他多年以来第一次寻求我的帮助，所以我要谢谢你，让我有机会能为他做些什么。您别这么说，楚离会感谢您的。听说你见过华年了？是的，很漂亮。琴瑟无端50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今年你正好50岁，华年给他有新主人。谢谢，祝你们白头偕老。过一会儿我就走了。您不留下来参加我们婚礼的吗？不了，结婚是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候，我希望他是开心的。楚离，爸曾经说过，他最幸运的事就是娶到了心爱的女子为妻。如今，我也做到了。谢谢你的祝福。爸曾说，你在哪儿，他就在哪儿。谢谢你，儿子。进来。万通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快坐，快坐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里呀？家里是吃的。这不是楚离忙着结婚的事儿吗？就剩我一个人在这奋笔疾书了。这成语水平有进步啊，居然用对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是来找佳瑜的吗？我今天是来找你的。这倒是稀罕啊。楚离和佳瑜结婚以后，我可能就要去国外了，大概要待个3、4年。我今天过来，就是专门感谢你这段时间对佳瑜的帮助。那好，一路顺风。我走了啊。他怎么能走呢？慢动走了，我不活了！哎呀，我简直如丧考妣啊！哎，行了行了，这成语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你就乱用。安小雨，大晚上把我叫出来听你在这鬼屁话，你有病吧你？你根本就不理解我，人类的悲喜他不想做。妈妈上来。喂，王主要找到了。那个，是什么事儿？主要找到了，我主要找到了。行，楚离，我去啊，我去。楚离，求你了，你帮帮我！他们现在手里有我的把柄，而且到处在找，你不帮我会死的。死！你们早都该死了呢！你出了什么破主意？不但许佳瑜没有死，还得到楚氏集团的重用，而我身败名裂，只能蜗居在这儿，都是你们粉。可是他和楚离马上就要结婚了，真的甘心吗？你再信我一次，就一次，
我们肯定能除掉他们的。不好意思，你们没有机会了。安孝女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知道你在这儿，他知道我在这儿，他为什么来找我？别想了，彭书瑶，他快要结婚了，会过得很好。大王，他没有，怎么可能幸福？回头是岸吧，别再错下去。错？我怎么可能错？滚走！这人怎么回事？半天不接电话。喂，什么？好，我们现在马上过去。怎么回事？彭书瑶为了不被抓放火了，现在安孝女下落不明。什么？那是怎么办啊？我跟许强先去看看，你们在家等安孝女的消息。现在只能这样了，你们小心一点。南东，你先别急，安小雨一定会没事的。怎么办呀？别别！别急，有话好好说。你闭嘴！阿里，你为什么不等我？这是我们之间的事，你先把他放了。有什么事冲着我？别了，再过来我就把他杀了。这些年，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，我就是为了能回来堂堂正正的站在你面前，见你的家人，而你因为他，甚至你把他从我身边抢走。等等，舒瑶，刚刚我们在一起，我还没有完全掌权，你的工作需要有人为你护航，可你每天给我抱怨。舒瑶，我知道你有梦想，但是当时我还没有那个能力。可你为了出国，不惜跟我分手。舒瑶，当年是你先提的要分手。我是爱你的。舒瑶，我们认识10年，出国7年，这7年，但凡是你有1年回来，都是有机会。可你指定了我楚离除了你不会喜欢任何人。你骗我！回不去。你就是看上了许家才能帮我也能，我也能。错，回不去。阿丽，你带我走，我不要再跟你带我走。啊！你先冷静，冷静。你骗我！刘迪。楚离，不要离开我！楚离，不要离开我！没事，会好起来的。走吧，我们去屋边坐一会儿。许佳玉，你为什么还会？走。如果你见到你的母亲，记得告诉她，黄坟里面其实什么都没有，我骗了她，就像当初她骗了我母亲那样。果然是你，你这个贱人！走。马小姐，你罪名成立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许大人，我不会放了。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别怪我瞒着你，就像你为了对付罗志豪瞒着我一样。我以为我会一直把你照顾得很好，没想到我曾经娇柔的小公主终于长大了。哥，谢谢你，幸好这一次你能看着我长大。你醒了？你醒了？我睡了很多。没多久，1个晚上。你没睡？怎么了？是不是你哥有嘴欠？你告诉我，我去收拾他。你好端端的冲上去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我差点以为你就要死了。
好了好了，我这不是没死吗？怎么想说胡话？楚离，好了好了，我这不是没什么事，好好的吗？别担心了。反正我想好了，等会我就去偷偷户口本。偷户口本？我们结婚吧。反正与其这样每天提心吊胆的，我们还不如趁早把婚结了。这样以后你们要是再死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埋在一起了。什么？你耳朵也别捅了。不是，我这才刚醒，你怎么就一直想我死之后的事？不是徐佳玉，你这脑子里一天都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？我不管，反正你3天2头的作死，我要名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我这次可是因为救你才进的医院，没错吧？你可不能恩将仇报啊！怎么，你不想娶？去，出院就领证。那也差不多。怎么求个光跟女土匪似的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说结婚特别好。是没事吧？你别太担心了，他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只是伤得比较重，需要多休息一段时间。辛苦你们了。我真的难道等等，佳玉有点不舒服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慢动。安少，好点了吗？嗨，早都没事了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这算不了什么。楚离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刚刚还来看你呢。你可要快点好起来，我们的婚礼你可是办了，我们可都等着你。放心吧，责无旁贷。曼东他，曼东他要准备出国的相关事务，最近有点忙，所以半年我选择留2天。哦，这样啊。放心吧，曼东可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所以他肯定会来参加我的婚礼的。倒是你啊，可要打扮的帅一点。放心，我什么时候掉过链子？佳玉，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今天是你最好看的，是吗？等到你结婚了，我也让你好看。瞧你这话说的，语言水平都快赶上安夏雨了。你真的决定要出国了？决定了。1等着2，等我回来继续带你可大杀四方。曼东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幸福。你放心吧，我好着呢。佳玉姐，仪式马上开始了，快去吧，去拥抱你的幸福。楚离先生，请问你是否愿意娶许佳瑜小姐为妻？不论生老病死、疾病贫穷，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。我愿意。许佳瑜小姐，请问你是否愿意嫁给楚离先生，让他成为你的丈夫？不论生老病死、疾病贫穷。我愿意。好，现在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扔捧花豆。哎，曼东，国外没有我，也没有你爱的一切，别出国了，做我女朋友好吗？曼东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，答应我好吗？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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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起。啊！你说这2个人啊，磨磨唧唧到现在才到一起，不像我们，从来不会因为任何事情阻碍正式的进程。那是，还不是因为我快准狠，速度把你拿下，要不然某些人还得等个第7年、第8年、第9年。是啊，多亏了是你解救众生于水火之中。那是，要我这可是经验来谈。经验？怎么？就是你有个白月光，不许我有个新欢旧爱了。你跟我说说，这个活了拧巴的旧爱是谁？新欢又是谁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
这个傻孩子，新欢在是你。医院大礼招，楚离，老娘说，老娘的新欢在全是你。来，别起哄，妈，小小的，手上那些风流倜傥的往事，